原来被爱是我先没有离开自己。这个领悟不是在我终于被谁深深拥抱的时候出现的，而是在我一次次感到孤单，感到不被理解，感到怎么努力都靠不到谁身边时，慢慢浮现的。以前的我其实很渴望被爱，渴望有人懂我，渴望有人留下，渴望在我脆弱的时候有人能站在我这一边。可我没有发现，我一直在做一件和渴望相反的事。我总是在否定自己的感受时，先离开自己，在觉得不够好，不够成熟，不够值得时，先把自己推开。我以为那样是自我要求，是成长，是逼自己变得更好。但其实那是一种长期的自我抛弃。只要情绪不被喜欢，我就告诉自己不该这样；只要需要太多，我就责怪自己太依赖；只要感到脆弱，我就逼自己快点站起来。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等你变得更好，再来谈被爱。可那样的等待没有终点，因为当你习惯离开自己，你就会不断遇见让你再次被留下的关系。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停下来了。不是因为我不再需要爱，而是因为我看见，我一直把被爱的责任交给外界。那一天，我没有再逼自己撑住，也没有再对内在的脆弱说不。我第一次选择留下来，留下来感受，留下来承认，留下来陪伴那个其实很努力，却一直被我忽略的自己。那一刻，没有谁突然走向我，但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整。因为当我没有离开自己，我不再那么害怕被抛下。我开始站得住，即使没有人立刻回应，我开始安心，即使关系还在路上。我才明白，被爱不是抓住谁，也不是证明自己值得，而是你是否愿意在所有状态里都站在自己这一边。当我不再在委屈时背叛自己，不再在需要时责怪自己，我发出的状态完全不同了。那不再是一种祈求的靠近，而是一种可以被爱的存在。而爱对这样的存在是不需要勉强的。我终于懂了，很多年以来我以为的缺爱，其实是缺席。不是世界没有给我爱，而是我常常没有陪着自己。当我愿意留下，世界也开始留下。不是立刻，不是剧烈，而是用一种稳定而真实的方式。原来被爱，从来不是先有人出现，而是我先没有离开自己。原来被爱，是我先不再逼迫自己。这个明白，不是在我终于被谁珍惜，被谁选择，被谁温柔对待的那一刻才出现的，而是在我真的停下来，看见自己长期活在用力里的时候，慢慢浮现的。以前的我，其实对自己很严，我不允许慢，不允许脆弱，不允许停下来说一句，我真的累了。只要情绪出现，我就想修正；只要状态不好，我就开始责怪。我总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再努力一点，等变得更好，再来谈被爱。我以为那样是自律，是成熟，是对人生负责，但其实那是一种长期的内在逼迫。我逼自己懂事，逼自己体谅，逼自己永远站在不麻烦任何人的位置上。久而久之，我连自己都不敢真正靠近，因为在那样的内在气氛里，爱是有条件的。你要够好，够稳定，够不需要，才配得上被留下。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撑不住了，
不是因为世界太残酷，而是因为我对自己太不留情。那一天，我没有再告诉自己要振作，要想开，要快点走出来。我只是第一次没有再逼，我允许自己慢，允许自己卡住，允许自己暂时什么都做不好。那一刻，没有任何关系立刻改变，却有一种深层的松动。因为当我不再逼迫自己，内在第一次不是一个战场，我不再一边感受一边攻击，不再一边需要一边否定。我开始对自己说话变得温柔，对失误不再那么残忍，对脆弱不再那么防备。就在这样的状态里，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原来我一直渴望的爱，并不是轰烈，而是一种可以不用撑的关系。而那样的关系，我必须先在自己身上建立起来。当我不再逼迫自己，我不再用表现换取价值，不再用牺牲交换关系，我开始站在一个比较真实的位置上，而那个位置是可以被爱的。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好，而是因为我不再对自己那么苛刻。我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被爱，不是因为世界不给，而是因为我们一直用逼迫的方式活着。那样的状态，连自己都无法久留，又怎么期待别人真正靠近？当我愿意先松开对自己的控制，先停止内在的鞭策，先允许自己以原本的样子存在，我整个人的气息都变了，不再那么紧，不再那么急，不再那么需要证明。而爱，对这样的状态是会自然靠近的，因为被爱从来不是你多努力，而是你是否愿意停止伤害自己。原来被爱不是等你撑到完美，而是你终于不再逼迫自己，我不再孤军奋战。这个体会不是在我终于有人站到我身边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在我看清自己其实一直把所有事情一个人扛着的那一刻慢慢浮现的。以前的我很习惯独自撑住，不轻易求助，不太示弱，就算内在已经疲惫不堪，表面也还是告诉自己再一下就好。我以为那样是坚强，是成熟，是不要麻烦别人的体贴。可我没有发现，那其实是一种长期的孤军奋战。我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把所有困难都默默消化。我不说累，不说怕，不说其实我也需要有人一起。我总觉得，等我撑过这一段，等我再强一点，就可以轻松一点。可那样的等待没有尽头，因为当你习惯什么都自己来，世界就会以为你真的不需要支持。直到有一天，我真的走不动了，不是因为事情特别糟，而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让任何人走进来。那一天，我第一次没有再硬撑，我没有告诉自己要再努力一点，也没有责怪自己怎么这么脆弱。我只是承认，这一次我一个人不想走了。那份承认一开始让我很不安，因为我害怕一旦放下孤军奋战，我会不会显得无能。可就在那样的诚实里，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松，
因为当我不再假装自己什么都扛得住，内在终于不再对抗。我开始允许自己开口，允许自己被看见，允许自己不是唯一的支柱。很奇妙的是，支持并不是在我完美的时候才出现，它是在我愿意让出空间的那一刻，慢慢靠近的。有人听我说话，有人帮我分担，有人只是静静地陪着，却让我感觉不再那么孤单。我才明白，支持不是被证明来的，而是被允许进来的。当我一直孤军奋战，我其实是在对世界说，我不需要。而当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承认我也会累，也会迷惘，也需要靠一下，世界才有机会回应我。我终于懂了，被支持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真实。那是真实的站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站在逞强之上。当我不再孤军奋战，我没有变得依赖，反而变得更稳。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不需要把整个世界扛在肩上，也不需要用痛苦证明自己撑得住。原来被支持，不是等别人主动发现你快撑不下去，而是你先愿意把自己从战场里带出来。当你不再对自己说只能靠我一个，生命就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你真的不用。原来被接住，是我先接住自己。这个领悟，不是在我终于有人替我撑住的时候才明白的，而是在我一次次期待被理解、被安抚、被拯救，却总觉得落空的时候，慢慢浮现的。以前的我，很渴望被接住。在情绪崩溃的时候，在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在世界显得特别冷的时候，我都希望有人能出现，替我稳住，替我说一句没事了。可我没有发现，在那些时刻，我其实是第一个离开自己的人。只要情绪一来，我就嫌弃它；只要脆弱浮现，我就责怪自己怎么这么不坚强。我一边渴望被接住，一边却在内在把自己推开。我以为被接住是外界给的，是幸运，是有人愿不愿意留下。直到有一天，我真的走到一个谁也帮不了我的位置。不是因为世界太残酷，而是因为我看见，再怎么向外求，只要我自己不在，那份接住就无法成立。那一天，我没有再对自己说不要想，不要感觉，不要这么脆弱。我第一次选择留下来，留下来面对那个很乱、很累、很想逃的自己。我没有急着修复，也没有急着想通，我只是对自己说，好，你可以在这里。那一刻，没有奇迹发生，但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因为当我接住自己，我不再向内跌落，我不再在痛的时候再补一刀，不再在脆弱时再否定一次。我开始学会用同样的耐心对待自己的感受，就像我曾经多么希望有人这样对我一样。慢慢的，我发现一件很深的事，当我能接住自己，世界的回应也变了。不是因为我不需要别人了，而是因为我不再带着崩塌的状态去等待救援。我站得住，所以支持靠得近，我不再掉下去，所以陪伴才接得住我。我才明白，被接住不是一个外在的奇迹，而是一个内在的姿态。当你愿意在最难的时候不离开自己，你整个人的气息就会改变。你不再是等待被拉起的人，而是一个已经稳住自己，也能被温柔承接的人。那样的状态，世界是愿意靠近的。不是因为你不需要，而是因为你不再崩溃的抓。我终于懂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人接住我们，不是因为没有人，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先松手了。当我学会接住自己，我不再害怕孤单，也不再恐慌没有人动。因为就算什么都没有，我也还在。
而正是这份对自己的不离不弃，让我终于站在可以被接住的位置上。原来被接住，不是等谁来撑，而是你先愿意把自己稳稳地接回来。被理解，是我先理解自己。这个领悟，不是在我终于被谁完整听懂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在我一次次感到说了很多，解释很多，却依然觉得没有人真正懂我的时候，慢慢浮现的。以前的我，很渴望被理解，渴望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这样感受，为什么不是我不努力，而是真的很难。可我没有发现，在那些时刻，我其实连自己都没有好好理解。我对自己的情绪很不耐烦，对自己的矛盾很快下结论，对自己的犹豫充满否定。只要感受复杂，我就责怪自己想太多；只要心情低落，我就逼自己振作；只要不确定，我就告诉自己不该这样。我一边期待被理解，一边却在内在不断打断自己。我希望别人耐心听我说完，却连自己都不愿意听完自己的感受。直到有一天，我真的累了，不是累于没有人懂我，而是累于我一直站在否定自己的那一边。那一天，我没有再急着替感受找理由，也没有再急着让情绪变得合理。我只是停下来，对自己说：你现在会这样，一定有原因。那一句话很简单，却让内在第一次静下来。我开始练习理解自己，不是同意所有反应，而是先承认它们存在。理解为什么会害怕，理解为什么会委屈，理解那些看似矛盾的拉扯，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我不再急着修正自己，而是试着听情绪想告诉我什么，听身体为什么这么累，听那个一直很努力却没有被好好理解的自己。慢慢的，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愿意理解自己，我不再那么需要向外证明。我说话变得清楚，界限变得自然，也不再那么害怕被误解。因为就算别人不懂，我也没有失去立足之地。我站在自己的理解里，不再那么动摇。而很奇妙的是，当我不再急着被别人理解，反而更容易被听见。因为那时的我，说话不再带着委屈的拉扯，而是带着一种已经站稳的真实。我才明白，被理解不是靠解释，而是靠一致。当你内在理解自己，你外在呈现的状态就会变得清楚。世界不是突然变得贴心，而是你不再把所有理解的责任交出去。你先成为那个愿意听、愿意懂、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人。原来被理解，不是等某个人终于说对话，而是你终于没有再对自己说错话。当我先理解自己，我不再害怕不被懂，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并没有走错。而那份笃定会自然的让真正的理解慢慢走向我。是，往往不是在一切看起来稳定的时候开始的，而是在你感到混乱、感到犹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坏掉了的时候，悄悄进行。以前的我其实很不信任自己，不是表面上的不自信，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动摇。我不相信自己的感觉，总觉得是不是太敏感；我不相信自己的选择，总担心是不是看错方向；我不相信自己的节奏，一慢下来就开始责怪。我把判断权交出去，把标准交出去，把人生的方向感交给别人的声音与期待。久而久之，我连自己在想什么都要先问一句：这样对不对？那是一种很隐微却很耗能的状态。因为当你不信任自己，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需要额外的证明。你会反复检查，反复修正，
反复怀疑。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你内在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中心。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停下来，不是因为答案出现，而是因为我看见，再怎么向外确认，都无法填补那份对自己的不信任。那一天，我没有再逼自己一定要做对，也没有再要求每一步都完美。我只是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关键的事。我开始站在自己这一边，不是盲目支持，而是在感受出现时，不再立刻否定，在犹豫浮现时，不再急着责怪。我开始对自己说，你这样想，一定有原因。那一句话，像是在心里补上一块断裂的地方。我慢慢发现，信任不是突然回来的，它是被修复的。在一次你没有背叛感受的时候，在一次你选择尊重节奏的时候，在一次你没有因为害怕就否定自己的时候，这些看起来很小的选择，其实都在替内在重建一条稳定的路。你开始感觉到，就算世界不确定，你也不是空的；就算事情还没定型，你也不是失去方向。因为你知道，你会听自己，你会回来，你不会轻易丢下自己。那种感觉不是自信，而是一种可靠。我才明白，人生很多卡住的地方，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信任断裂。当你不再相信自己，你就很难真的往前。而你现在正在做的，不是急着证明什么，而是一点一点把那份信任接回来。你正在学习，即使不确定，也可以站在自己这一边，即使犯错，也不必全面否定。这样的修复不会轰轰烈烈，却非常深。因为一旦你重新信任自己，你就不需要那么多外在的保证。你会知道，就算绕路，你也早得回来；就算慢，你也没有走丢。所以请不要小看你此刻正在经历的状态。你不是在倒退，也不是在迷失。你正在修复的是那个曾经因为太用力、太害怕、太想做对而被忽略的自己。而当这份信任慢慢回来，你会发现，人生不需要那么多证明，也可以走得很稳。因为最重要的那个人，已经重新站在你这一边了。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